季节性分析时，每日收盘价 C 会被分解为3个分量，收盘价 C 等于长期趋势分量 T 加上季节分量 S 再加上残差分量 R。趋势分量 T 显示了股价的长期趋势，消除了季节性波动和不规则成分，它表明了市场价格的整体运动方向。季节分量 S 表示季节性变化及重复出现的季节性波动，残差分量 R 表示股价中无法被趋势和季节性解释的部分。理想状态下，最好是不规则或随机的波动。让我们解读季节分量 S。当 S 为正值，这意味着收盘价高于长期走势，说明股价因季节性因素被推高。当 S 为负值，这意味着收盘价低于长期走势，说明股价因季节性因素低于平均水平。设定参数以1年为周期来分析。首先是原始数据图，显示了 Apple 自2019年1月1日到2024年4月11日的全部收盘价。可以看到，历史最高值是198元，历史最低值是36元，相差6倍多。现在看第二张趋势分量图，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Apple 股价的长期发展趋势。第三张季节分量图可以看到周期性的趋势，分析周期是1年。在3月13日出现一个明显的低点，然后在9月2日达到峰值，峰谷之间有19元的价差。第四张残值分量图，最理想的情况是均匀分布，而且振幅比较小。Apple 的残值图峰谷差距有57元，当残值为正，而且对比季节图的峰谷差19元较大时候，不要买入。趋势线和季节线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，通常找到2条线都适合的位置，趋势向上，季节线也向上来进行买入会更加安全。同理，卖出的时候考虑到安全性，只要2个曲线中的一个不符合，就应该卖出离场。依据季节性周期进行回测计算，在季节低点3月13日买入，在季节高点9月2日卖出，累计买入卖出共6对，扣除手续费，可以获利 188.09%。调整为90天为分析周期的话，可以得到 Apple 另外一组表格，这样周期的低点和高点就会更多。后续我们会从2个方向来扩充内容，一个是分析更多其他的股票，来寻找更适合按照季节性来操作的股票，也就是残差分量更小、更稳定的股票。另一个就是进行回测的模拟，就是按照一定的入场、离场和仓位管理的标准来做实际的收益分析。如果希望看到自己感兴趣的股票，请在评论区留言。股票调优 AI， 利用 AI 技术赋能您的股票选择与操作。本站内容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，您应当基于自己的独立判断做出决策。扫描2维码获取文字稿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